长期静养与天天锻炼的人谁更长寿？调查22398名老人给出答案。老孙今年68岁，每天早晨他习惯与邻居聊聊天，生活节奏缓慢而舒适。老张却截然不同，70岁的他依然保持着年轻时的习惯，每天早起锻炼，跑步、打太极，健步如飞。两位老友经常碰到一起时，总是围绕着一个问题争论不休，到底哪种生活方式更有助于长寿？老孙坚持认为，静养让心情平和，减少身体消耗，才能活得长久。而老张则反驳说，适量运动能让身体保持活力，远离疾病。那么究竟是天天锻炼的人活得更久，还是像老孙这样静养的人能延年益寿？科学的答案又是什么呢？一、长期静养与天天锻炼的人谁更长寿？有的人深信静养是长寿的根本，主张减少身体的负担，避免过度消耗，靠的是以静制动。在这个派别中，支持者们推崇的是心静自然凉，强调在如今快节奏、压力山大的生活中，放慢脚步，调节身心，才能避免过早的耗尽生命力。毕竟，古往今来那些长寿的隐士们，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静养与修身为主，远离繁杂的世俗事物。正是这样的静，才让他们的心神平和，身体得以保持长久的活力。但另一方面，另一种声音则主张生命在于运动。尤其是当现代科学频频站出来，用数据证明适度运动的确能够有效减少多种疾病的风险时，天天锻炼的理念就像洪水猛兽般席卷而来。伦敦大学、悉尼大学、哈佛医学院的科学家们发表的研究揭示，每天仅需4到5分钟的剧烈间歇性运动，就能显著降低20%的总体癌症风险，甚至减少32%的运动相关癌症风险。运动的力量变得不可忽视，而那些静养派的支持者则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在追求健康长寿的道路上，运动和静养的争论其实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。随着研究的深入，人们开始意识到，静养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活动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平衡选择。事实上，静养的真正意义在于调整心态，缓解压力，而非单纯的懒惰或静止。这种争论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对养生方法的不同理解，更是对生活态度的不同追求。那些偏向静养的人注重的是心灵的宁静与自我调节，他们认为适度的安静和内心的平和比任何剧烈的身体活动都更重要。而主张运动的群体则追求通过提高身体机能来延缓衰老。但无论是静养还是运动，最关键的仍是适度。只有动静结合，才能真正实现长寿的梦想。二、为什么经常运动的人寿命更长？看着那些每天早起晨练的人，不禁让人感慨，为什么这些天天锻炼的人总显得那么精神奕奕？他们的秘诀到底是什么？是的，运动不仅仅是让人看起来健康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在延长寿命。这背后并不是某种新潮的养生理念，而是由科学硬核支撑的事实。运动对心血管健康的益处无可置疑，每一次的跑步、游泳、快走，都是在给心脏打保养针，让心脏更有力的跳动，血管更加弹性十足。那些长期缺乏锻炼的人，心血管系统逐渐变得脆弱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发生意外的风险也随之增加。这还不是全部，运动对骨骼健康同样功不可没。人们常常以为老年人就该静养，以防骨折，殊不知适度的锻炼反而是最好的保骨剂。静养派或许会担心年纪大了不该冒险去运动，但事实上，长时间缺乏活动才是真正的隐患。骨骼如同机器，长期不用会生锈，随着年岁的增加，一旦摔倒，后果可不堪设想。相比之下，那些经常运动的人，骨骼更加坚韧，灵活性和协调性也更强，减少了意外发生的可能。运动的好处不仅体现在身体层面，还直接影响大脑的健康。研究表明，运动能促进大脑的血液循环，帮助维持大脑的健康状态，甚至可能延缓阿尔茨海默症等疾病的到来。那些每日坚持运动的人，通常拥有更好的认知功能，更长时间的保持独立生活能力。相比之下，静养过度的人大脑活动减少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可能更容易陷入记忆力减退和认知障碍的困境。三种既防病又长寿的运动。
对于如何在生活中找到适合的长寿秘诀，提出了3种既能防病又能延年益寿的运动。简单的运动方式却蕴含着巨大的健康能量，关键在于坚持不懈。首先是快走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快走不过是再寻常不过的日常活动，能有什么特别的？但事实证明，快走这项看似简单的运动，实际上是极为有效的长寿工具。快走的魅力在于它对身体的适度刺激，既不会过度耗费体力，又能让全身处于一种活跃的状态，特别适合老年人及体力较弱的人群。再来看太极拳，相比于快走的平凡，太极拳无疑更加具有文化底蕴。这种融合了中国传统养生哲学的运动，不仅仅是老年人公园里的娱乐项目，更是长寿的秘密武器之一。最重要的是，太极拳对于预防跌倒有显著效果，这对老年人来说尤为关键。太极拳的温和性质使其成为老年人恢复身体机能、提升自我保护能力的理想选择，同时也帮助缓解压力，维持心血管系统的健康。最后要提到的是挥拍运动，包括羽毛球、网球、乒乓球等。挥拍运动不仅是锻炼身体的方式，更是一个提高反应力、保持社交的途径。然而，挥拍运动的门槛在于它对场地、设备的要求。很多老年人可能会觉得不够方便，甚至认为自己无法应对高强度的对抗。其实，只要调整好运动的强度和节奏，挥拍运动同样可以变得轻松愉快，同时还能获得丰厚的健康回报。4. 中老年人牢记2大原则，运动有效又安全。第一原则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全运动心率。中老年人在锻炼时，最常见的错误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。许多人抱着一次就要做到最好的想法，努力拼搏，结果反而把身体逼到了极限。对中老年人来说，盲目的跟随年轻人高强度训练，可能会导致心脏不堪重负，甚至引发心血管事件。那么，如何确定合适的心率呢？一般来说，中老年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计算出运动时的目标心率范围，用220减去自己的年龄，再乘以60%到85%。假设一个70岁的老人，那么他的安全运动心率应控制在90到128次每分钟之间。第二原则，多方面避免运动损伤。虽然运动的好处不可忽视，但中老年人往往面临另一个困境——运动损伤。这也是让许多老年人对运动望而却步的原因。因此，如何在运动中有效避免损伤，是保证长寿和健康的前提。首先，热身不可少。即使是轻松的快走或是打太极拳，也需要在运动前进行适当的热身，让身体充分活动开来。这个过程不需要复杂的动作，只需踢踢腿、伸伸手、轻轻拉伸，让身体逐渐升温即可。其次，选择适合的场地同样重要。很多人喜欢在家附近的小区或者路边的空地上进行锻炼，但忽略了场地的安全性，特别是那些不平整的路面或者车流密集的路边，容易让人分心，甚至导致摔倒。此外，场地的平坦性也有助于预防摔倒等意外事故的发生。最后，运动强度要适当调节，特别是中老年人往往在运动中过于追求速度和效果，忽视了身体的警告信号。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健康，而不是让身体承受更多的负担。适度的调整才能让运动变得长久且有效。结语：静养并不是懒惰或逃避运动，而是一种让心灵与身体在繁忙生活中得到调试的方法。正如文章中提到的，适度的静养可以帮助人们舒缓压力，调节心态，从而避免因为长期精神紧张而对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。因此，静养与运动并不是互相排斥的，而是可以共同作用于健康的2个方面。总结来看，长寿的关键不仅在于保持适度的运动，还在于学会在日常生活中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。运动与静养不再是对立的，而是互为补充，共同构成了健康长寿的最佳生活方式。这种动静相宜的生活模式，正是现代人追求长寿的最佳实践路径。